我有点害怕，我没有做过，这个征兆有点太吓人了。这是我们同事张杰，他马上就要接受他人生中最大的一场手术。那从我的视角来看，这是真的痛不欲生的一场手术，因为他伤到了膝盖。正常人类的膝盖我们看一下，大概率是这样的，但是他的是这样的。真的很疼，那这样严重的情况，在医生诊断之后是建议一定要做手术了。那我们也知道张杰的情况，给了他一些帮助，顺便问了一下，你想不想拍个视频给大家一起看一看呢？他同意了，于是我们一起来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2医院的骨科，找到了经验丰富的熊岩主任。我们想带你一起来正经的看一看，如果你的膝盖受伤了，骨科医生会对你做些什么。首先，我们得知道我们的膝盖到底是怎样在运动的。那其实仔细一想，还是挺神奇的。地球明明有重力，但是我们人居然不会散架。这些骨头它是怎么拉住的？那像膝关节，它就包括骨头、软骨、韧带和肌肉等多个部分。那像这个垫片一样的结构是什么呢？是半月板。你肯定听说过，我们常见的半月板损伤往往就发生在这里。那硬的骨头最核心的就是股骨远端、髌骨和胫骨近端这3块。那髌骨就是膝盖前面那个小圆形的骨头，周围连接着很多重要的肌腱和韧带结构，组成一个伸膝装置，像一个保护盾，帮助支撑膝关节的运动。那总的来说，这就是一个超级精密的结构，任何一点损坏都会引起不一样的后果。那张杰就是这个地方出了问题，他受伤的原因其实听起来也有点意想不到。这次就是我在停车场走着走着，不知道那个地下停车场怎么有一滩水，我就直接就滑倒了。滑倒的时候就感觉到我的膝盖是这样的，是这样，然后突然之间就这样别过去了，然后我又硬给它掰回来，就这么摔倒了，然后就骨折了。而张杰的髌骨先天发育就不太好，所以这次伤的还挺重的。那医生做手术肯定得知道到底伤的怎么样，所以除了 X 线、CT、磁共振等等一系列检查之后，还有很多东西不够明确。那这时候他们会用到一个你也许听过的手术工具——关节镜。那通过它，医生可以观察关节内的情况，同时在其他辅助器械的帮助下做很多手术的操作。那我得说一下，这场手术比我们以前要拍的手术都要血腥很多，还会涉及到膝盖的切口。所以如果你对手术过程感到不适的话，现在是你退出的最好的时候，也是最后的时候。那么我们直接开始。真的很吓人，家人们不要生病，不要生病，这个征兆有点太吓人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们都在呢。等会儿就结束了，等会儿就买吃的了。终于要开始了，等了很久了。现在是已经开始打麻药了。对。这么快？你再数个数呢？3、2，已经没有，说不了了。在经过一系列术前准备后，膝关节镜手术就开始了。医生会通过一个1厘米不到的小切口，将一根连接摄像线的镜头给送进膝关节内部。借助屏幕，医生可以清楚地看到膝关节里面发生了什么问题。你能看到，即便有一个切口，但这个膝盖出血也不是很多，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。那这是因为在手术前，他们使用了止血带，能够有效地减少出血。那也正是因此，医生才能够看清里面到底是什么状况。那膝关节镜通常是用来检查膝关节内部的损伤，比如软骨撕裂、半月板损伤、交叉韧带损伤，或者是关节内出现游离体，并用刨削器等工具来进行处理。我现在在用的这个工具叫刨削器啊，它有2层，有齿轮一样的，它会把这个组织一些没用的东西把它给吸进去、刮进去，这样。这是在清理张杰的，这个是软骨的那一块，然后这个软骨损伤还是蛮厉害的，时间可能挺久了啦。现在即使不清理它，它可能也马上就要一颗颗掉下来了。也会变成像就是其他的这个游离体一样这样子。那在处理完这些组织之后，这个手术比较花时间的地方就是找游离体。能看到它是这样一颗，直径大概1公分不到。而张杰的游离体也很狡猾，都躲到了髁间窝和膝关节后方间室，需要熊主任不断去仔细的找才能够发现，相对会比较费时。游离体，顾名思义就是它是在会漂移、会游离的、会活动的。像它这样，我怀疑是因为髌骨脱位的时候和周围的骨头发生碰撞，它就掉下来的这种碎片。如果是真的那个髌骨脱位来说，取游离体并不是说最重要的或者是手术的最关键的部分，
但是呢，对他来说，因为他自己说可能会有这种卡住的感觉，有可能是跟游离体有关系啊。好了，这2颗就是我们 CT 上看到的这个比较明确的这个2颗。取游离体操作结束之后，那接下来就是更重磅的部分，内侧髌骨韧带重建。那医生首先会确定髌骨和股骨上需要打孔的位置，这些位置必须非常精确，然后进行打孔。然后医生会取出张杰自己的腘绳肌肌腱，经过清理和预处理之后，将其固定在髌骨和股骨之间，重建受损的韧带结构，从而恢复髌骨的稳定性。就是你没有听错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居然真的会眼睁睁的看着一个人的筋，或者说所谓的这个肌腱被取出来并且清理的过程。那个为什么会就是需要取2条？太细了。做髌骨脱位的这个韧带的话，我们指腱一般最小可能要做到6个毫米的指腱，但是它这2根里面相对粗的那根取出来，它只有5都不到。所以说我就把第2根也取出来了。最后呢，2根叠加在一起是6，指腱是6。这真的是物理层面的抽筋了，我觉得正常人实在是受不了看这样的场面。那到最后，医生会将所有切口缝合好，整个手术从进入手术室到结束，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，也算是我们见过比较大的一个手术了。那手术结束之后，打了麻药的张杰会被送到苏醒室，等待麻醉效果逐渐消退，然后意识就会恢复过来。什么？再见。在了。止痛药还要一会儿才会起效的，你先稍微忍一下啊。到没有？现在还是很痛吗？和之前相比有没有减轻一点？什么？都拍到了吗？都拍到了。都拍到了。恢复意识后的张杰会在病房度过第1个做完手术的晚上。那对于骨科手术，骨科这个科室，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们一样会有很多问题，对吧？他们真的是用大锤子，他们真的是这样梆梆梆梆敲你的骨头的吗？我们也来问了一下熊岩主任，可能是一个比较这个误解啊，用多少力量或者什么都是有讲究，你不可能什么都是刚拼命的这样子用，那肯定是完蛋了，对吧？我们还是有很多这种比较精细化的、显微化的啊，或者说微创的一些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个手术。是不是很多人觉得就是我伤了筋，我只要稍微养一养，不用去医院看就好了？但这个其实就它有没有可能就不会好了，就会一直痛下去了？当然跟这个损伤的程度有关系，也不是说一旦断裂了或者什么就所有的都是需要手术的，有些就是适当的这个保守也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的效果。但是你首先要有一个判断，一旦有受伤了之后，不要硬撑哦，该去看还是给去看啊。在手术后第2天，熊岩主任也去病房看了一下张杰的术后情况。就是发力的时候感觉膝盖很痛。对，很痛，但是也要去做，还是要康复要及时跟上。因为不做真的是肌肉萎缩的会超乎你想象的快。我有个很好的主意，我给你买一个语速的机器人，什么时候你走得比它快了，就说明你好了。可以的，高科技嘛啊，对，遛机器狗。对，就是这样，你还可以上新闻，就是康复机器人帮你康复，然后你就在后面跟着走。张杰也开始进行了漫长的康复训练，比如这个叫踝蹦，让脚踝上下弯曲；这个是直腿抬高，这2个基础动作每天都会做500次以上，来促进血液循环、消肿，并且防止肌肉萎缩。他自己也在慢慢并且健康的恢复。我现在每天就是这样子，靠着这个助行器移动。今天过来拆线了，已经是我做完手术的第14天。我刚做完手术1周的时候，我的腿只能弯到这样30度，但我现在已经1个月了，我已经可以弯到90度啦。然后我明天又要去医院做康复了，那个医生又要掰我的腿了。哎，这个礼拜6，你礼拜6可以约一个洗吧？好的。我确实没那么痛了。我每天在家里做康复训练都非常的痛苦，但是今天一点都不痛苦，因为有这些人来跟我一起做康复训练。来，3、2、1，那在张杰受伤2个多月之后，经过康复的他终于回到了公司，回到了我们身边。那虽然他的情况一般很少发生，当然我希望你这一生都不会经历这些。但是如果你在生活中腿部或者膝盖确实觉得不适，那一定要及时就医，越拖只会越严重，不会好。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希望你对骨科手术有了更多的了解，也欢迎转发给你有需要的朋友们看一看。那同时也非常感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2医院给我们提供的帮助和支持，让我们一起看到不一样的影像。那么下期再来点不一样。
医生让你不要睡觉呢？肚子饿，肚子饿。你要吃什么？帮你点好来。已经跟他讲了，但是你眼睛得睁大才能出去。是的。